拜托 ATM。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 Sandra。未来银行呢，现在水库已经到了没有很多钱了啊，因为贷款大家什么新青啊、买房子啊，哦，我的水位快要见底了。哎，怎么办？但是我们还有一点钱呢，各位可以用智慧来提款了。是的，今天的主题呢是财经高手的炼金术。欢迎财经主题啊。何世昌你好，华哥好，林长您好Sandra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对，世新大学中文研究所，我们是财经，不是中文研究所。对啊，你是读中文的，但是后来你去搞财经。中文是兴趣，财经是谋生的工具。哎呦，那是副业，这是正业。哎，欢迎您。接下来介绍2号来宾 MGK， 你好，为什么叫 MGK 啊？因为他以前叫 MGM， 他说叫 MGK， 换一个名字 MGK。那其实 MGK 这个名字的来源是在做期货交易的时候，如果你的部位不幸的被断头，那营业员会发一个通知叫做 margin call， 就是保证金追缴的意思。那你要取这么不好的名号干嘛？因为我要警惕我自己不要被 margin call， 所以我想说那我就叫 margin call。取一个自己警惕。多少断呢？30%断头吗？一般期货大概跌30%，就会现货融资跌30%，就会面临断头。陈凤馨你好，哎，凤馨姐你好。大家以前都对他政治节目很有名，其实他财经才厉害。他也是财经节目。现在身价人家3兆拿了3亿，这么高啊！他们的节目好像一大早对不对？每天早上7点到9点，礼拜1到礼拜5的财经起床号，我已经主持20年了耶。哦，20年呐！对，那对财经就算不懂也开始学会懂了吧？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嘛，就是合家高兴，是尽量不要去炒短线。我的建议是啊，其实对于台湾来说，我对台湾的长期经济是很有信心的。那前50家最好的公司来帮我们赚钱，我觉得这就是王道。所以小白很简单，0050，就这么简单。千万不要搞到自己很复杂。如果你要做专业投资人，到 NGK 啦，或者是聪明主妇啦、张杰，他们都很厉害。但如果不是这么厉害的人的话，我就会，就像我女儿啦，或者是很多的我身边的年轻人，我都建议从他们毕业之后，每1个月先固定的3000也好，5000也好，定额对，就定期定额0050就好了。然后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放进去之后不要看，当中没有这笔钱。对，赚到也不要去想它。是。那这样亏的时候也不要去看它。那我因为这样子，因为他不会他不会长期亏，他不会长期赚，他会一直累积那些。通常来讲，股灾的话呢，大概是15个月到30个月，最长就这样子嘛。对。所以那段期间，如果你能够熬过自己的恐惧的话，其实通常来讲不会有太大问题。凤馨讲得好，慢慢存股，对，由小致富嘛。聪明主妇欢迎。好的，聪明主妇，她是念艺术跟设计学系的，但是她现在是家庭主妇兼财务教练。哇，这个跳得有点远因为刚才讲了很多投资的事情，可是因为我们家有经历过这个起伏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感觉到盘点这件事很重要。因为如果没有盘点，可能就会因为一时赚到钱，会想要投更多，然后你没有算好，我们家庭的收入啊、支出啊，还有未来可能有房贷啊、小孩的教育费这些的，所以这些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，可能甚至比投资更重要一些。如果以观众看到这本书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他们就会学会怎么样先去盘点自己的资源，但学会盘点资源，还是他看完就说，那我就不玩股票就好了。会不会这样？不行啦，因为里面有很多故事，就是告诉你说，如果你没有先盘点，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。小白看得懂，绝对看得懂。谢谢你，获益良多。张杰你好，韩长好，你好。哇，也有一本书这个书看起来名字就很难。第3本啊，是，从亮点产业高成长强势股。这个好难哦，进阶版的，这听不懂，你要讲清楚。就是时间在哪里，成就就在哪里。那大家一开始其实都找这个，其实2个投资最重要就是买永远不变的，例如说中华电信啊，或是麦当劳啦0050不会变的。那第2个进阶版就是你要提早支付，要买改变世界的例如说 Netflix 啦、Google 啦，或者是黄仁勋的 NVIDIA， 甚至我们的台积电。到美国买，台湾。那么台积电也是他们的军火商。对。那当然回归到台湾，其实很多台湾的提供这些改变世界的公司的军火。所以这个进阶呢，就是从小白进阶到这个股市赢家。谢谢5位专家。谢谢5位。首先介绍超人气新闻主播朱世燦主播。主播好，大家好。
对，接下来介绍的是财经专家邓凯明主播。大家好。好，接下来马上进行第一回合存款争夺赛。存款争夺赛，请乡里讲规则。好，未来银行的金库呢，这一回合准备了6万元，抢答之后轮流作答，答对的话呢，一个答案是3000元的奖金，那6万元要抢完为止，或是2个题目轮完为止。要请抢答才能按铃哦。第一题属朱思翰主播来当圈或叉，来，请出题。股神巴菲特也要省钱，请问巴菲特有哪12个有效省钱的节省习惯？我刚刚讲话你没在听吗？请抢答才能按，你现在不能按哦。对不起，请抢钱。请抢钱吗？我这样对了吗？不对，请抢答，不能请抢钱。你平常都不能按哦。这样骗人。对，请抢答。好的 MGK。他提倡呢，就是不要换房子。哎，对他现在住还是以他家最旧的房。奥马哈。哦，有听说。踢给主啊。对，奥马哈真的，因为巴菲特最有名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在奥马哈的那个房子，从他出道到现在，他没有换过。他今年都已经93、94岁了嘛，他到现在没有换过房子哦，所以他会觉得说，其实房子能够住就好，不需要常常换房子。我想这应该是正确答案吧？来，对或错？答对了啊！请加3000块。可是不会想要越住越大，舒适一点，设备更好吗？生活品质啊。他有什么特别品质？他年纪都那么大，他住习惯了。哦。而且他的 key 给出。而且其实你花越多钱，在不断的更新，你就有很多其他额外的花费啊，你要搬家啊，你要装潢啊，然后你有一些搬迁的费用等等的，这些都是成本。来，接下来凤馨，用现金。其实用现金这件事情啊，在我们心理学当中啊，是真的有用脑神经的这个测试当中发现到说，当你在付现金的时候，你的脑子里头痛觉的那个区块是真的会亮起来。所以当你付现金，你会真的感觉到痛，因为你有拿到那个钱的感觉，像转账就是刷卡的话不会有这种感觉。对，所以其实付现金是节省很重要的习惯。没有错。来，请加3000。其实你讲的太深，观众听不懂。就打麻将，如果打筹码，你不会错。什么5000你8000你就付筹码，那你起码我要告你3000了，你要数到半天嘛，我手快抽筋，哦，就甜。我以后可不可以打小一点？为什么赌场都换筹码？就让你赌大嘛。可是现在生活中已经很少会需要用现金，大家也是很习惯。对，所以如果让自己养成就是带现金然后付现金的习惯，会让我们减少很多在很多小的地方，比如说买个耳环100块，你可能会觉得不伤大雅，可是那个耳环可能买回去之后，然后你一辈子都不会戴它。其实那100块比起你在别的地方花的钱，可能反而更是浪费。要这样用现金。是，所以它从由小ถึง大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以前那个年代，我们出来都带现金，那时候还没有1000块。哦，那时候你觉得很有自信啊？一大叠哦。多少钱？2万。现在没有人数了，数钱的快乐已经没有了。你看，那时候中国大陆直接多少？B，对，真的会没感觉，没感觉啊。对，一看，从这个月花了30-40万，然后结账的时候傻眼，最后信用卡的时候，所以他是这样省钱，因为他今年毕竟是90几岁。对，来主谋了呀，聪明的主妇。不要开好车或名车。答对了。但是这个地方稍微补充一下，其实不是不要买名车啦，你买得起，你觉得有价值，你还是可以买。重点是不要买一直换新车，对，不要二手车。重点二手车，他认为说，其实现在很多车子是消耗财嘛，落地就跌价了，所以呢，买二手车其实更划算。来，张杰老师，就巴菲特重质不重量。他会看这个东西好，例如说好一点的衣服，跟瓜哥一样，对，一次把衣服买到位，那穿久一点，或者鞋子买好一点，那不要买那种便宜，但是就一直换，所以他消费的习惯是重质重量。答对了，请加3000。鞋子啊，或是任何东西重质不重量。是越来越难了。我盲猜大概是减少没必要的交际应酬。啊，可惜这12项没有这个哦，没有交际应酬。12项没有，但是省钱的哈。是。MGK。
他提倡就简单的餐食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巴菲特每天都要喝非常多的可乐，然后以及他进办公室的时候，通常都会带一些三明治或汉堡，那比较不会去吃比较昂贵的餐厅。可惜也没有这一项哦。简单饮食是来凤馨，一定有一个是不欠债。因为他买股票从来不欠债，甚至于他这个设立波克夏公司，他的这些投资者，他其实也都要强调不欠债，所以他会特别去投资很多的保险公司，因为有那个浮存金可以帮助他做现金的周转运用。你讲不欠债是买的客户不能融资吗？还是说？对，不，就是他也不用融资借钱，然后再去做别人，但他不能阻挠买波克夏的融资啊。对，但是他没有办法阻挠股东，可是对于他自己的生活而言，他是要求不欠债。对啊，因为川普他都会自己，他就跟那个美国政府借钱，然后再去开自己的公司，他就越滚越多。这个比较像我们老一辈的，我们父母亲讲说，不管你怎么样，再欠都不能欠银行钱，银行是最现实的。答对了，因为借钱就要付利息嘛，而且刚才凤馨姐也有讲到，就是说信用卡跟这个其实也是有关系，因为他不喜欢付信用卡的利息，借钱都要利息都不好。对，请加3000。好，聪明主妇，分清楚需要与想要的花费，聪明的消费。答对了，有的。请加3000。张姐，我看过他的书哦，他会记账。也就是说，他会记那个资金流的流向，例如说今天买30块乖乖啊，哈，就资金的入跟出，所以他每个月会记账，那他自己在会计跟财务上能力也很强，所以他会记账，也是他一个省钱的一个好记账。对我说，答对了，有的，请加3000。回到是凤馨姐，有一个习惯大家一定想不到，酷碰券。他会去收集对那种优惠券，他会去捡那个巴菲特会做这件事。有钱人有时候省钱是一种快乐啊。对国外不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影集或什么，他们做特辑就是看谁用 coupon， 对，然后去买东西，什么加什么，反而还不用付钱。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的人。他是哦。来，对我说，答对了，请加3000。你知道费玉清为什么有钱吗？凭什么？他就那几套西装，对，没看过别的，他造型没变过。他下课会穿他以前念书的制服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永远就吃那个汉堡这样，然后买一部新车呢，我要去作秀，他还要搭我便车。你的车都比我好，你为什么看？啊，不是，因为我开那个轮胎会磨，我要换轮胎不好。那为什么也没关系，不要磨我的轮胎。他连转弯都不能急转，因为会磨皮。他一个转弯这么珍惜，这样可以转，他会转很大这样。对，轮胎也转太大，到隔壁车道了。真的，那轮胎这样会少磨掉。你看他多省，他比巴菲特还省啊。所以他现在什么圈？除了周杰伦，他是最富有的人。对，然后你还要这边出来啊，工作什么他都不用。对，我比他更省，因为我要赚钱。他已经停止赚钱了。对，他不需要了。对，我开始在追你喽。哦，来，请加过了哈，来。聪明主妇，养成一个好的对钱的心态，对消费的心态。就像我这种心态很好，对不对？都尊重你，我爱你，钱我珍惜你，这种对，就是有好的心态，就是。从心态开始改变，你的消费习惯就会跟着改变。没有错，不是吝啬，而是要保持节俭的心。对。我觉得，就美国人比较喜欢 DIY， 就他们可能地大物博，所以可能那个马桶啊要自己修啊，或者是说什么桌子自己弄，对，因为这叫来可能要3-5千块。那巴菲特应该也是有这个习惯，喜欢 DIY。答对了，好，来请加3000。凤馨，我只能猜了，因为既然要用现金不欠债。那我们传统的古老谚语说量入为出，对，我先决定我有多少钱进来，然后我出去多少，这样我才能确定我不会负债。那既然是给别人的建议，我想他不会只考虑自己，要考虑别人，所以量入为出。答对，有的，请加3000。聪明主妇，最后一个，天哪，好难哦，最后一个都是最难，12个嘛就是36000了。对啊。好。张姐，我也想不到了，我觉得应该12个啦。还没啊，还差11个是不是？是的，因为我们价钱还不到12个。是，那我就猜说他那个猜不到了，放弃。对。来，凤馨姐。我只能猜说，因为他是价值投资者嘛。
因为它最有名就是价值投资嘛。什么东西只要价格低于它的价值，它就会买那个股票。那会不会在平常在买东西的时候，也是这种价值，只要价格低于价值的这个东西，他才要考虑买？要物超所值。对，所谓的物超所值。对。对我说。答对了，好厉害哦！价值投资者哦，12个通通答完了，先加3000块，现在是15000嘛哈。来，主播还要补充吗？就其实这个巴菲特的节俭方式好像没有那么难啦，都是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得到的事情。那刚刚其实最后一个漏掉，最后分解补充的就是说，真的就是高 CP 值。当然你买的时候你要有值很好，但是最好就是刚刚说的，你的这个价值跟价格可以取得一个平衡，物超所值是最棒的。那另外就是一些 DIY 啊、用coupon啊这些东西，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可以来做的事情哦。对，很棒啊，值得我们学习了。还有2万4，接下来由邓凯明主播来举圈或叉，来请出题。股民呢最不想遇到的就是金融危机。请问历史上全球各地曾经出现过哪些金融危机呢？没有请抢答哦。稍等，我觉得应该留给市场啊，请抢答。你还要让他有人偷按？没有人偷按，已经停了快1首歌的时间，你不按？我是看你没有半毛钱，赶快说。你看市场光纤网坏掉了，不是坏掉了。我还叫他看着我来请抢答，他居然没有动。你看你现在距离，2秒。可是你现在距离又很遥远，才有钱啊！来，凤青，可以让世昌先答吗？好，1929年美国的经济大萧条。答对，有的。加3000。听说萧条的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跳楼的时候。那时候的失业率，美国失业率是25%。好，聪明主妇。2000年的.com 泡沫就是科技股的，对，那时候网络的科技股一时很风起云涌，有点像现在的 AI 啦，但是大家就很那时候很多人做网络人让人家收购嘛，对不对？结果网络泡沫，对我错。答对，2020年有国际金融股灾。来请加3000。张杰，2007或08年的这个07年底雷曼的这个次贷风暴，这应该也很有名。答对，有的。张杰请加3000。来开壶。哦，对，终于要开壶了，等很久。答对再说。像2008、2009有这个全球的金融海啸，但是其实呢，在1990年代那个时候，亚洲就出现过金融风暴，那时候也影响台湾的经济成长。97、98年。对。答对，当时是从泰国开始蔓延这亚洲金融风暴，然后最远扩散到韩国。韩国当时还向国际货币基金会求救，然后呢，民众还发起了捐黄金救国家的运动。你说韩国吗？来救国家。韩国是这样啊。对，泰国。来加3000。破蛋喽。接下来 MGK。在早期的郁金香泡沫。荷兰啊，这个有。对，郁金香听说比一栋房子还贵。那在很多书里面记载，郁金香泡沫应该是人类史上的第一次的比较著名的金融危机。对，所以大家封一件事，看多可怕。对我错。答对，这的确是非常久远之前，1637年当时的郁金香狂热。凤青，既然是荷兰的郁金香泡沫，我们就来英国的南海事件那个泡沫。因为牛顿在那个事件当中都差点破产。答对，有的。可以稍微补充吗？南海事件是一个英国的公司，当时呢也是造成大家去购买它的股票，但是呢越来越炒热这个股价的一个行情之后，然后造成泡沫。大家就血本无归啊！当时其实这就是泡沫危机的第一个名词。可是大家都不知道那家公司有做什么吗？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台积电在做晶片，那家公司做什么都看不到，就大家买。一个跟风嘛，大家都是跟风。大家请假3000。哇，好厉害！凤青姐一个考不倒了，今天奖金呢？但是听他中文写的很差。怎么那么突然啊？诅咒我！比较近期的就是那个疫情 COVID-19 的时候，全球的金融危机，然后石油呢也跌到，石油的期货也跌到-37还是4。对，我记得。对，那时候我们跟我们制作人说，都要去买。对，本来要去买那个石油嘛，很低很低。当要下去买的时候，
突然发现大陆不是跌到0啊，负大陆跌到负啊，你还要补啊？我心想哇啊，不是0是最低哦，还要补哦？那我说那就别买了，对不对？负数来对我说，新冠肺炎2019年，这应该大家非常有印象，还记得这冲击高达了有5年之久。是。张杰老师，张杰老师，那个2015年的这个上海股灾 ，A 股的泡沫，上海股灾足以影响成为金融危机吗？从6000多点跌到3000点。对，那只是在上海跌嘛，跟全世界有关系吗？有，因为台股也有跌，全世界股市如果都有跌，就有可能算。哦，对，来对或错？好，其实也给对，因为这也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。大家都抢完喽。抢完了，世昌你才抢到3000，创纪录了，运气又不好。好，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国际股灾风险冲击，包括石油危机，包括了这个经济大萧条，刚刚大家有讲到。另外呢，其实是最近这几年，还记得欧债风暴吗？欧洲5国几个国家都快要倒闭了这种情况，欧债风暴。那时候听说什么希腊也倒了，还有那个冰岛啊、西班牙、冰岛啊这些各国这些国家都出现国家的危机。那另外呢，最近这几年中美贸易战也是对于全球经济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。对，的确，现在恐怕是大家又怕川普当选，会有对策的吧？不然怎么办？川普当选，大家可能赶快卖股票。但现在看不太出来哦，现在两边。川普传统能源的部分的话，它是比较这个青睐传统能源，所以说他如果当选的话，对传统能源相关的个股会比较好。但是他会为难台积电，不是吗？对，他喜欢美国强大嘛，但他民调稍微低一点。对，现在有稍微因为那个检察总长嘛，他之前是有案在身嘛，他们就说，辩论不敢辩论这样。对啊，现在变那个副总统。对，但他们要变啦。9月10号是 OK， 好，一定很精彩。来，我们现在总奖金。好，何志畅老师3000 ，MGK 6000，钟欣姐21000，聪明主妇15000，张杰老师15000。15000跟21000差别不大，3000有点遥远。来，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，赢者全拿。赢者全拿，乡里请讲规则。好，这一回合呢，同时作答 A、B 2个选项，答对的话累积奖金，每个人代表1000元；答错的话，此轮就淘汰。每一轮呢，最后留下的那一位可以把当时账户累积有多少，就全部灌给自己，赢者全拿。就是挑战你最后的奖金。总共进行3轮，第1轮请出题。国债被认为是比较保守的投资之一，请问国债的起源是为了准备什么？A. 战争 B. 展开殖民，请作答。好，还有人选展开殖民。你说？只有我是对，好，因为你可以得到1000块。如果是他对的话，觉得因为之前就是在欧洲的那个大航海时代，所以他们那时候金融刚开始发展，所以可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。来让自己的那个国力扩充，然后去殖民其他的。所以你会选择展开殖民就对了。对，可是你扩充没有靠战争怎么扩充？有道理哦。好，也是。没有凭着人家就把土地让给你了，对不对？何世昌，你比较少讲话，来请说。我猜啦，大概是从英法战争那时候开始的，因为那时候讯息传递有问题，所以呢，当时候呢有人发了一笔国难财，当时候那个买了最大英国债券的那一个人呢，还刻意放出消息说英国战败了，所以公债价格大跌，的时候他一口气大量收购，对，就从此发家致富。对啊 ，Rothschild 那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全球知名的金融世家，到现在为止，他们都还是被公认可能是最有钱的家族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战争。国债呢又被称作为国家债券或是公债，是国家的中央政府就用它的信用来当基础，然后向社会啦，我们来募资金啊，所以这样形成的债务跟债权的关系哦。那国债的发行主体是国家，所以除非国家倒，不然国债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所以大家觉得，这是一个很安全的投资工具。那历史上第一个发行国债券的国家是英格兰王国。那1693年呢，他们在跟法兰西
王国对战的时候呢，所以英格兰银行就发行了国债券，筹备一些资金来准备战争。智昌所讲的，对，智昌其实运气不好，剥削渊源，他懂的是多的。看他奖金3000块。我们也会少看到一个零。我在等最后一回合。打最后牌，来，请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加4000。但你最大的对手是陈凤清啊。来，下面题请出题。8、90年代时，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危机，这次危机却意外使日本现在的哪一种产业蓬勃发展 ？A. 平价连锁寿司 B. 二手精品，请作答。MGK， 好，一半一半。MGK， 请说，你是二手精品。因为在这个精品的世界里面，我过去看过几本书，好像有说亚洲人，特别是这个韩国，或日本，那比较崇尚这种精品。那我觉得，如果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，如果他们一样有这样的意念的话，应该就会选择购买比较便宜的二手精品。好，张杰，80、90年代可能我觉得那时候还没有那么风行精品的概念，所以可能就是让这个大家说衣节食，所以这是个平价的这个连锁寿司就崛起。正确答案是 B， 二手精品。二战后的日本呢，经济成长的超级快。那这个期间大家钱赚得多嘛，我就买得起，所以日本民众就赶快去买一堆精品消费，他们可以 afford 就 OK， 所以大量的采买，然后呢，这样子变成他们身边有很多商品。可是后来发生什么事呢？经济泡沫化了，那怎么办？衰退10年间，大家真的日子都很难过了，我还弄精品，那手边有精品就赶快拿出来变现啦。所以呢，日本的二手精品跟古着市场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开始活跃的。是的，2位请休息，加2000。下面一题请出题。有钱人都会这样。根据市场调查资商公司统计，净资产增加的有钱人都有哪项关键特性 ？A. 追求低调奢华 B. 早起晚睡。请作答。不是早起晚睡，追求低调的奢华。凤清，我觉得如果早起晚睡的话，睡眠不足应该很难成为有钱人吧？对啊，那所以我就只能够猜低调奢华了，因为我觉得睡眠不足，脑子不会清醒。对啊，脑子不会清醒啊。可是我相信巴菲特一天睡不到几个小时。因为他年纪大了，跟你都几点起床？5点6点，睡5个钟头就很多了，对，很可怜啊，对不对？但低调生活好像是听说真正的有钱人是不喜欢把名牌这边印在上面，就是不可以有那个 logo 的。那我们去买假表，人家以为是真的。那要看人戴，行长戴当然都是真的。我看到很多那种假表，其实我拿来戴也蛮能活，做的也蛮像。可是我做不了这些事。因为你是真正有钱人。不是，这跟有没有？是我的信用品质、形象，我的人设不能这样。对，所以你是真正有钱人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追求低调奢华，其实呢，这个市调资商公司他做了一个研究，那他的副会长呢吉姆泰勒，他去贴身的访问了6000个美国真正的有钱人哦，那结果显示这些有钱人他们关键特性就是他们非常追求低调奢华，有近90%的有钱人不会到处炫耀财富，也不会穿什么logo 在身上，他们觉得我有钱我不显露出来，这样才是很重要的，而且这样世界才会敬重你，不会觉得你好像大老粗暴发户的感觉。那在瑞典有个富有家族叫做华伦堡家族，他也是遵守了这个虽然有钱但不要外露这样的家族铁则，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很有钱。下面一题请出题。请问，在中国历朝历代中，人民生活最富裕、朝廷最为富有的朝代是哪一个 ？A. 宋朝 B. 唐朝。请作答。而且历史上有第一个夜市就是从宋朝。宋朝那时候。对呀，对，清明上河。对，那是清明上河。宋朝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
宋朝。那宋朝呢，是中国历史上人民生活最富裕的期间哦，而当时还有纸币的诞生，那也是经济繁荣才会有这样子一个表现嘛。那看历史资料，当时宋朝的 GDP 可以说是直接就占了全球的50%之多，那么多，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国，那根本就是封建王朝的顶端。那当时呢，甚至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了。我们来看看一些数字好了。宋朝最兴盛的时候啊，它1年的货币发行量就500万贯1年哦。那我们看看明朝好了，明朝整个是276年，这么长的历史，它总发行量也才不过1000万贯。这是他们第2题一样了。第2题一样了吗？对的。第3题一样就均分了啊。第3题请出题。投资大忌，投资切忌 FOMO 心态。请问 FOMO 是指以下哪一种心态 ？A. 以小博大 B. 害怕错过。请作答。害怕错过，就是那种心态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大家都在讲，我没有跟到怎么办？大家都赚钱呢，我怎么没有买？所以一直在追高嘛。对，我看到排队就觉得他们就排什么我要去，其实就是害怕错过。但是我以前就听，因为我们在秀场的时候，很多股市大亨会来看。其实我常常听他们讲一句，那时候受用，他说股票不是天天玩，是等了几个月或几年一次。你知道？你就等它都烂到底，你没有耐心嘛？你每天看着就会痒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对，没错。就真正高手出手，他绝对不是每天在出手。没错。对，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害怕错过。其实 FOMO 呢很单纯，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， 就很怕你错失，这是一个错失恐惧症。它其实不只是股市哦，它平常生活中，你看大家都在干嘛，大家都在干嘛，你觉得你没有跟到风，你也会很紧张。那这种心态呢，其实是股市投资的隐形杀手哦，因为股市是瞬息万变的，你如果被这个情绪操纵的话，会很危险哦。就很像说，你为了怕自己没跟到，去跟风，然后到时候呢会跌得更惨，因为你盲目追逐市场的热点。说实在，每个人都有一点点小贪婪，就觉得哇，我怎么没有跟上？其实你如果学习那种股票，不是天天玩，你就设定它要跌回多少点你再去玩。自己有要跌一点你就觉得要去追，这个越追越惨。有的是越跌越惨嘛。对，越跌越惨。来加2000，对，越甜越平，越糖越平。来 M7K 加6000。陈凤欣加6000，3位请回来。这是第1回合了，接下来进行第2回合，请出题。华尔街是世界金融中心，但原来华尔街的地下也暗藏玄机。请问华尔街地下储存着什么 ？A. 黄金 B. 超级电脑。请作答。我记得一个终极警探，终极警探有一部戏嘛，对，他们就抢那个华尔街地下街的那个黄金，一车一车运出来，那是德国人哦，那部电影。哇，你真的很多知识都是电影告诉你。对啊，他各国的，哇，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用黄金当外汇？这个是早期在金本位制的时候，当时全世界公认只有黄金可以被信任，那各国印的钞票也不知道你这个国家的信用如何啊，所以那时候呢，其实不相信各个国家的货币，只相信黄金，所以你当时发行的货币一定要有多少黄金储备，但是一直到尼克森的时候打破了金本位制，所以才开始不是用黄金做准备，是用什么？就是用你的国家信用来做准备哦。所以我觉得说，那为什么不用钻石比较轻便？黄金多重啊！黄金的量还是比钻石多吧？黄金的量比较多，而且黄金自古以来开采就开采，可是钻石是要很晚近之后才发现它的价值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黄金。那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哦，然后它为了中央银行、政府还有官方组织保存黄金。那根据呢这个银行说啊，这个金库呢就在华尔街的地下，然后深多深呢24米这么深。然后这个金库呢曾经保存全世界10%，有1/10的金块全部都在那。就算现在啊，这个银行还是保存了大概5620公吨的黄金哎。那因为有这么多黄金在那边，所以这是全世界监控最严密的地方。对，想了解，请看《终极警探》第2部，古斯威利演啊 ，OK， 里面有拍到这个画面。好，来加5000。
下面一题请出题。卖关子真的是一种交易？请问，关子是指古代的什么 ？A. 进城的通关证 B. 货物的提货单。请作答。好，有不一样的答案喽。智昌，你来。为什么选货物的提货单？这题我不是很有把握，因为以前考的都交给历史老师了。就选 A 的，看到你这样选很放心啊。可是没跟世昌哥一样。祖父。感觉就是一个通关啊，有个关字。哦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货物的提货单。关子呢，就是南宋的时候使用的有价证券。那商人呢，可以利用这个关子啊，在其他地方再把它兑换成货物，就很像呢我们现在海上货物啊的贸易这种提单。那因为这种间接取得形式，感觉没有很直接嘛，后来才引申出我故弄玄虚，我让你一关又一关的传过来，我没有马上告诉你，这种间接的感觉是引申出来的用意。来，两位请休息一下。凤心下去做了，各位，赶快追上来。好像也没什么机会，加油加油，加3000。下面一题请出题。家中兄弟姐妹排序竟然跟创业有关，请问家中排行第几的人最容易创业 ？A. 老幺 B. 老大。请作答。请作答。好，市场有机会获得9000块，好快乐。为什么你选老幺？老大通常都是会挑起一家的家计啊，所以比较有那种冒险泛滥的精神。你说老大？哎，老大。所以你选老幺。对，选错了，选错了，做效果，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就是这样。正确答案是。老幺，蒙中了，看错还选中。我们都知道嘛，老大照书养，然后老幺当猪养，所以呢，父母的 attention 都根本在老大身上。然后老幺呢，有时候根本没人管，但是他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自由泛滥的精神，他们更加勇于探索啊，打破规则。那老大呢，因为他有责任在身哦，从小责任心哦比较重，让他以身作则的状况下，他自由创新度其实不如老幺的。我就说他的命格，我以后都闭着眼睛猜就好了。太神奇了，请到我们世昌的账户。其他请回来，还有一轮哦。最后一轮，第3轮最后一回合，来，请出题。丁蟹效应在香港股票市场非常有名，一出现就会令股市下跌。请问丁蟹是什么 ？A. 保育类螃蟹 B. 电视剧角色。请作答。好。湖海西我看。他只要一出来拍戏，他的新戏一上就跌了一下午。对，丁蟹好像是大时代的，大时代，对不对？正确答案是 B， 电视剧角色。丁蟹效应呢，这个词呢是1992年香港演员郑少秋他主演的股票题材电视剧《大时代》，他在里面角色呢就叫做丁蟹，然后他常常啊股票市场上啊，光那个名字就蟹了，不同蟹，然后他抛空指数跟期货，然后获取暴利，这是他的一个手法。但没想到从此之后呢，只要郑少秋有新的电视剧要播出，居然股市就显著的下跌，大家就把这个称为丁蟹效应。而且郑少秋不是这部戏，他好像什么戏一出来就倒哦，不是收视率倒，是那个股市就跌，股市都好像是说重播这一部戏就会重播就会倒。这个效应跟成龙有点像。成龙听说在香港有个传说，就是成龙代言的产品，那家公司都倒的几率非常的高。对，听说是这样啦。志昌哥讲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就好开心。来交5000。下面题请出题。在中国历史上发行过面额最大的纸钞是多少元呢 ？A. 60亿元 B. 6000万元
请作答。凤馨，你选6，但我觉得你们制作单位会弄个60亿，感觉上好像如果不是真的发生，猜也猜不出60亿，但是太不合理了，所以我还是只能够写6000万。60亿实在多了，太夸张了吧，60亿耶！如果你说国外有没有可能发行那么面额，中国会有这个朝代过？真的还没听。津巴威有，津巴威必有。对，津巴威。我说津巴威有嘛，但是他是讲中国嘛。对啊，而且中国历史上“亿”这个词其实还蛮晚近才发明出来。有啦，金兆尹嘛。哦，对。亿上面几千亿，还是金是最多的。对啊。兆还是亿兆金啊？对。张杰老师是唯一一个选60亿元的。是。下猛药直接选的最夸张，他就写史上最大，对，可能动乱的原因，因为他觉得60亿跟6000万差很多嘛。如果你是60亿跟60亿跟6亿的话，这个有得选。对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60亿元。60亿元这个纸币呢，是1949年，就是民国38年的5月10号，由中华民国新疆省的银行发行的。那它在前一年呢，1948年的8月哦，因为中华民国政府发行的法币，因为通货膨胀彻底崩溃，所以呢就赶快发行新的货币金圆券。后来呢，因为没有严格遵守发行的限制，导致新货币一直往上飙，也没有办法抑制物价上涨。后来呢，新疆的商业银行只好改组为新疆省的银行，发行了3000万元、6000万元、6亿元、30亿元跟60亿元这么高的银行券，成为中国史上面额最大的纸币。好夸张！一颗蛋要是给你60亿元的话，对，不得了了。你别以为开玩笑呢，南美洲的经济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这样来的。那个总统说早上当选，晚上就革命掉了。然后不是说印新钞的速度赶不上通货膨胀，好可怕。对呀，真是一个国家不稳定是蛮惨的。对，来加1000，请汇入张杰的账上。那个家庭主妇也不用过去做了啦。这回你们4个都答对，他已经答对了。那我们要算总账了，3回合都已经进行完毕了。来，请宣布。好，世昌哥最后12000，MGK 12000，凤馨姐27000，聪明主妇15000，张杰老师21000。最后是凤馨获得冠军27000块，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凤馨果然是我们心中的女神偶像。以前看她政治，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她的。在谈论她经济，那真是如虎添翼啊！而且今天是从头获胜到尾。对，来27000，这是提款卡，谢谢，请插入。金库请打开。凤馨挑战27000块，但先必须经过2道密码的考验，请出示。2个密码呢？分别是总笔画32画的股票当冲下单，或是总笔画58画的瓜哥富可敌国。那您讲的是胡歌吧？你应该比胡歌。股票当冲下，这个是刺激紧张哦，刺激，当天就要买卖，当冲下单。提心吊胆也会吧？提心吊胆，提心吊胆字画太多了，应该不是这个答案啊。32画。32真的不多，对，瓜哥富可敌国，绝不可能，这个是财大气粗，财大气粗字数太少了，讲太快了，你又讲我财大气粗，财大，富可敌国本身就可以啦，就是富可敌国哦，但是58画真的蛮多的，我觉得你不会选那个，58画真的太多了，计算不来，那根本就整你了，真的。对啊，干嘛这样对我？对，请锁定股票当冲下单。这个是莫须有的东西，我们看看到底是哪4个字。瓜哥富可敌国，腰缠万在哪儿？我幸好没有选这一题，字太多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太多，根本算不来。而且缠很难写耶。有时候呢，基本很紧照在辛苦的嘛，但是它是缠在这里给大家看。以前对不对？你想刚刚的历史，一个国家才500万关，它就缠1万关，那个1万关有多少？我看应该走不动了嘛。对，可是这不是跟你之前跟我说的很像吗？走出去钞票这样都放在这里，对。可是这个万贯太可能，这个万贯拿掉，你会不会变轻功了呢？那可是币值啊，谁知道呢？好，这个我们不选了，还好写。股票当中，请拿起笔来。股票当冲下单，请出题。你的题目是
眼疾手眼疾手快。OK， 我有眼，等一下，我有眼疾习鼓了。什么意思？眼疾手快，计时开始。27000应该是用按的，应该是囊中物了。手清楚。快清楚。这好漂亮哦。工整毕竟是以前当直接的。好，赶快确定。停，几秒？才28。哇，还有32秒。如果答错的话，你还有32秒可以改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密码11100407。对或错。恭喜！答对了。摧毁之地。谢谢。这一次真的，这是真的真超27000的真超，恭喜你！恭喜！哦，太实至名归。帮我们看正确解答，完全。你可以为我们解释吗？就是表示那个眼疾的意思是指说速度非常快的，也是速度很快的意思。然后手快也是很快的意思。其实当冲就真的需要眼疾手快，你才能够在高低之间去赚那个价差，应该是杀伐决断。对，然后这个疾其实不是疾病的疾，它就是快的意思，对，就是疾风的意思。但是我会觉得说你有眼疾嘛，所以你手很快，眼睛不好的人手都很快。那我最近眼睛不太好，所以手很快。恭喜！谢谢，来，我们回去，谢谢。今天是这个成语啊。也要知道，不然你会写那个急，很着急的急。对啊，眼要很着急，手会快，也有可能嘛。但是凤馨姐的程度真的很好，今天实至名归，从头到尾就是她。对，恭喜凤馨获得27000，谢谢各位来宾，晚上8点拜托锁定，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。谢谢各位财经专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ATM Who dares to battle？ 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